我操！哎呦，正蹬啊！上面好，打到，再次倒地。中国小伙自学腿法点穴神功，直插对手肋骨，不管对手是谁，立马瘫软倒地，绝对挺不过一个回合。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那镜头当中正在出场的这一名选手，哇吼，手持双截棍，没有错，这个小伙子就是来自于我们中国河北邯郸霍元甲的传人霍小龙。当年他的祖先霍元甲打败了整个天津南巡敌手啊，被称为荆门第一人。而观众朋友们，霍小龙的志向是更为远大啊，因为他的梦想就是打遍世界无敌手。哇，的确是非常厉害啊！同样来自河北邯郸，和张伟丽是老乡。河北邯郸这个地方真的是很厉害啊，出现了非常多的这个武林高手和拳击擂台的高手。好，没有错，比赛第一回合已经开始，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征战国际擂台的第一个对手。好，仔细来看一下蓝方选手，穿着黑色短袖。这个家伙是个秃瓢，他才27岁啊，就已经秃瓢了啊，来自于意大利的尼古拉马米尼。好，那红方选手白色拳套黑色裤衩啊，中方选手霍小龙。霍小龙不仅是霍元甲的传人，而且这个小伙子还自创了这个点穴神功。那我正常点穴是用手点啊，是用手指，而他观众朋友们是用脚。好，那具体怎么点啊？具体是怎么个点法？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不错了，两个人身高臂展都差不多，年龄上的对手大他3岁。截腿，但是我还是想说，面相上可不止大3岁。哈哈，这个胡子还是有加成啊。漂亮，一个低扫。两个人都是属于这个移动步伐也比较快的选手啊。没错。这场比赛霍小龙之所以要打这个尼古拉啊，是因为对方呢瞧不起我们中国武术啊，他表示中国武术呢是花拳绣腿，是娘们拳法，只有女人才会练。有一个好的变化，就是觉得自己内心更强大了。对。那这次霍小龙呢，也是来了很多的亲友团，因为霍小龙是来自我们中国河北的嘛，对，是主场作战，然后又一个飞膝。主场作战，所以来了很多的亲友团。对，霍小龙也是想在自己的亲友面前拿下一场痛快利索的胜利。那真是啊，那毕竟是在自己家门口，并且其实还得有一个前情，就是之前在这个新冠大之前，这个荣耀勇士出征了埃及那场比赛，霍小龙没有正经打，对，没打，就是憋了一肚子火，这个来看看这剩下这个是不是都能输出在这个马米尼的身上啊？没错。好，比赛还有最后1分钟的时间。这场比赛由于霍小龙呢是主场作战啊，所以说他的心态啊，包括我们看他的状态很好啊，步步紧逼，压迫式的进攻让这个尼古拉很难受。据说张伟丽也在台下啊为霍小龙来助阵来了。哦，漂亮，后手的摆拳，这拳差点把对方打出一个大跟头。好的，步步紧逼。比赛第一回合还有最后的30秒了，而且我们看霍小龙对于距离上的把控也很好。哎呦，什么情况？对方腿很软啊，霍小龙只是轻轻的碰了一下啊，这个家伙就立马倒了。霍小龙在步伐移动和距离控制上确实下足了功夫。哎呦，观众朋友们，刚刚是一个点穴腿法，没有错，护齿都凸出来了，不行了，看情况应该是不行了。这场比赛霍小龙也是在比赛最后的10秒钟一个点穴腿法直插肋骨。好，来看精彩回放，因为刚刚的确是没有看清啊，应该是一个腿法啊。好，可以看到直插肋骨。这招如果在日本的话叫3日月错啊，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武术里呢就是点穴神腿。好，各位观众朋友们，那霍小龙的第2场比赛呢，绝对是要比眼前的这个美女还要精彩，还要好看。好，这场比赛霍小龙的对手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一个退役特种兵乌斯曼。这场比赛的举办地点在我们中国合肥啊，所以说霍小龙呢依旧是主场作战啊。好，来看一下红方选手白色拳套金色战袍霍小龙，蓝方选手这个家伙一上来打得很凶，而且这个长胳膊长腿儿，他就是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也是霍小龙冲击19连胜焦点之战。
对，比赛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双方选手还是比较谨慎啊，都没有贸然的这个做出密度很大的攻击。没错，两个人都是58公斤级自重量级的选手，所以呢，体重来说都是比较轻的，非常轻巧，应该都比较灵活。霍小龙在征战这个崛起的战绩啊，现在是8战8胜，4 KO 对手，实力非常的强劲。那乌兹别克斯坦的乌斯曼呢，今天是首次来到崛起的擂台上，对，一个截腿摔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乌斯曼比赛开始呢，整体打法跟风格上是比较大胆的啊，进攻上也是打得比较凶。但是我们看霍小龙这边也是丝毫不手软不客气啊，全力以赴也是我们待客之道。双方都是一个进攻型选手。乌斯曼一出前腿的时候，霍小龙非常快的反应过来就防守反击。哇，后直拳击中，啊，很清晰的一个后直拳啊。这后直拳打到了乌斯曼的下巴。起来，很快读秒了。没事，起来，走走。没事啊，走走。可以坚持，还是在坚持。截腿。啊，其实我们的荣耀的规则啊，规则是不允许截腿啊，不允许截腿。小龙是否能在第一回合去 KO 乌斯曼？哇，很重的一个中扫腿啊！憋足了劲儿啊！对，这个时候漂亮高手打到，再次到地。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这个应该是结束了，因为我看他的坐姿啊，非常的娘啊，像个小娘们一样坐在了地上啊，瘫软倒地。好，各位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霍小龙走进国际擂台的第3场比赛。这场比赛对于霍小龙来讲非常的重要啊，因为是他冲击21连胜的一场比赛。好，本场比赛的举办地点正在泰国曼谷，他的对手呢依旧是一个来自于哈萨克斯坦的选手啊，塞里克。好，没有错，比赛已经开始，来看一下红方选手金色战袍，来自于中国的小将霍小龙；蓝方选手红色裤衩，哈萨克斯坦的塞里克。这场比赛让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看一下霍小龙能否还会继续用他的点穴神腿啊去 KO 对手。小龙 operating out of that southpaw stance, very strong when he lets his hands go. Very light on his feet. Slides away. Nice stiff left hand, right hand rather. He's got this high output style for Sarek as well as the same. He's got beautiful leg kick. Look for him to switch stances as well. Oh, that push kick out, trying to keep warm on the outside. 哦呦，结束了，观众朋友们，又是一腿，又是一腿。本场比赛更快啊，仅用时不到1分钟，我们看裁判开始读秒了，应该是不行了。我们看对方的表情很痛苦啊，因为这个点穴腿呢是插到了对方的肋骨上，对方要么是岔气啊，要么就是这个肋骨被踢断了啊，非常的恐怖。我的天哪，这个腿法的确是非常厉害啊，不愧是霍家传承人。好，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精彩回放究竟是怎么回事。可以看到还是一个腿法啊，还是他的没有错，他的左腿，打得很准啊，哇不行了啊！对方瞬间就是很痛苦。好，再次恭喜霍小龙。那同时也非常感谢屏幕前您的收看与支持。好了，咱们下期视频再见。给我瞄准了打！视频中红色短裤的选手正是世界冠军佩查差，此人心狠手辣，从不留情，只要被他抓到机会，那他的对手绝对是必死无疑。那到现在啊，他已经拿下了183胜的恐怖战绩，让众多选手都闻风丧胆。那不过这次他的对手却是一名20岁的年轻小伙子魏子钦。本来众人都觉得这场比赛没有任何悬念，但是比赛开始之后，魏子钦的表现真的是让所有中国观众都眼前一亮。那好的，现在比赛已经正式开始了。蓝方选手橙色短裤的就是咱们的中国小将魏子钦，那另一边红方选手，正在被打的这个就是泰国的悍将佩查差。Early knockout just weeks ago. He took a big left hand away.
exclusive ticket to the world's most prestigious stage match and championship. But you got to show dominance. You really have to come out here when the bright lights are on and put on the performance of a lifetime. Look at the three-punch combination from Reyes that gets out of the way of the oncoming counter shots coming from Petrarca. Left hand is landing clean for Ray. Like I was mixing up the low kick as well. What a knee to the head by Wei Ziqin. 哦呦，好的，我们看到魏子钦一拳下去，佩查柴直接栽了一个大跟头啊！现在裁判读秒，这个佩查柴非常的不服，他觉得自己一个老将怎么能败在咱们中国小伙的手里呢？而且年仅20岁啊，自己肯定不会这样。所以说现在这个佩查柴也是倍加小心。不过奈何魏子钦的进攻实在是太猛了，根本没打算给这个泰国选手机会。Biggest strengths. They need to survive this first round. It has been all Wei Ziqin. Another left and a right landing. Petrarca has eaten some big shots. The thought of that $100,000 contract has to be keeping on his feet. But he has taken a beating here in the first round. Angles, lateral movement very sharp, and the countering as well. The eyes of Wei Ziqin are just on point. Trying to work his way back in. The crowd is on his side. His way to 那好，现在第一回合比赛结束，双方的大战非常的激烈啊，所以说现在我们直接来到第二回合。第二回合开始之后，这个佩查柴非常的不服气啊，打算先下手为强，率先进攻魏子钦。Has weighed heavily on Petrarca. He's looking to fight back some ground, earn some respect from the Chinese athletes. Now pushing Wei Ziqin back. 那现在在魏子钦的连续进攻之下，佩查柴的这个脸马上就要被打到破相了。不过尽管如此，受了这么重的伤还是没退。那这个泰国选手不愧是身经百战的百胜泰拳王啊，这个意志力是真的强。那现在第二回合的比赛时间还剩下1分17秒，那现在时间已经所剩不多了，看一下魏子钦能不能在第二回合解决掉佩查柴。Talk about the hunger, the desire. How bad do you want it? How bad do you want that pot of gold at the end of the rainbow? Petrarca showing us that determination, the pushback. Very talented Wei Ziqin. The first round obviously went to Wei Ziqin 10-8 after the 8 count was initiated by Petrarca. Can Petrarca work his way back into this fight as he continues to push forward? Beautiful jabs thrown by Wei. Intercepting shots. Now Wei Ziqin trying to stop that forward momentum of Petrarca. He's like a zombie in there, just walking forward on Wei. You see Wei there shaking out the hands, a little bit of fatigue starting to show. Just a punching Petrarca.
ground like you talked about, Mitch. Yeah, Petrarchai working his way 那好，现在第2回合的比赛也已经结束了，双方的这个战斗啊，已经是魏子钦的优势越来越大。佩查差这个时候已经被打到不行了，但是依旧坚持到了第3个回合，身负重伤啊，但是依旧勇猛。魏子钦这个时候还是要小心一些啊。Petrarchai catches the push kick and attacks. Both men battling for the opportunity of a lifetime. A ticket into the Big Show 1 Championship, $100,000 contract. The best performance here on One Friday Fights. Petrarchai attacks the body once more. Petrarchai says he wants nothing more than to make his way into the Big Show 1 Championship and fight the very best in the world. It's a chin. Utilizing such good straight line weapons, Gianni, just picking Petrarchai as he's trying to walk into these shots. Big roundhouse to the body. More of this match. Close the door. Wei Ziqin is at the moment. Wei Ziqin is much faster on the feet. Petrarchai needs his long-range, mid-range weapons to try to slow down Wei Ziqin. A nice right body kick there. 那现在最后一个回合时间还剩下最后的1分半了。这个之后，我们看这个佩查差的脸已经被打得完全不成人样了，用血洗面完全不为过。那现在看这个佩查差的脸啊，真的是有点恐怖了。This card has been sold out for weeks now, and you can just feel the buzz. Trying to cheer on the Thai hero here, Petrarchai. Wei Ziqin again with the angles. Sharp shot, straight shot from the outside. Uppercuts as well, but able to put away Petrarchai. Impressed by the accuracy and movement of Wei Ziqin, equally the toughness and grit of Petrarchai. 那好，现在比赛终于结束了。那最后也是咱们的魏子钦赢得了比赛的胜利。那确实没有想到啊，这个佩查差是真的扛打，被打成这样都没有认输。那不过最后还是要恭喜魏子钦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那大家觉得魏子钦打得怎么样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讨论。那本期视频到此结束，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哎呦，打开了，口子开得很大。对，这保证是你见过国际拳坛中最惨烈的一场比赛。中国选手的额头被打出一道犹如刀劈般的伤口，然而他却是一脸的从容，仿佛事不关己，宛如是仅仅被擦破皮了一般。他便是我国猛将宋亚东，一个从不认输的中国巨星。16岁便步入职业拳坛，凭借其异于常人的终结能力，让他在国际擂台混得风生水起。然而他本场比赛的对手却来势汹汹，他便是拥有着数十年柔术经验的日本空手道武术大师艾德加。废话少说，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已经开始。红方选手便是我国悍将宋亚东，蓝方选手则是空手道兼柔术大师的艾德加。可以看到，比赛虽然才刚刚开始，对手便展现出了极强的进攻欲望，仿佛吃定了宋亚东一般。但宋亚东的实力同样不容小觑，这场比赛对于两人来说也注定是一场死战。哎，这个艾德加连续用了2个低位侧踹啊，上头滑了一个侧踹，这个侧踹呢，已经完全不是中国散打的侧踹。对，他俩刚才上场的时候给我感觉这俩人的个头体格，宋亚东比对手小一号，但是宋亚东偏更宽一点感觉。漂亮！宋亚东刚刚这高手他是有其他的这种身体的这种动作配合啊，对。这几高手啊，势大力是，
刚刚提到宋亚东是为了备战这次比赛去美国高水平的拳馆。宋亚东主动发起进攻，瞬间逼近对手内围。不过对手的反应非常快，看得出来，此人绝对是有备而来。即便赛前说出如此狂言，但到了擂台上也依旧是十分的谨慎。看来这场比赛他的意图也十分明显，就是要将比赛拖入到后面的回合里，应该是想要先试探一番。宋亚东现在变化更多了啊！对对对，这个感觉啊，是一个身上有一种这个老拳手的味道了。嗯，对。好漂亮，一个上飞踢。你看宋亚东也在瞄着对手啊。对，这个对手被这种追的感觉很难受，后手也有压力。拉脱亚的斯克里维斯是的。啊，所以对宋亚东这个后手，对手主动上前，不过宋亚东的处理做得十分完美，借力打力，成功将对手击倒一次。看得出来，两人的实力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的。不过对手毕竟是一名主修地面的选手，若是贸然进入到地面对决，对于宋亚东可能还是不利的，还是要小心一些。这个因为对手不合适，所以宋亚东啊，刚才那个高速效果很好。其实后边还可以在合适时机出其不意的反攻。对对对，因为这一个左加一右加，直接门户开。对，特别你这个后拳后腿。哎，果然你看，这个大家也提前是说中了。对。今天宋亚东整个的看身体呈现他的状态，脚下的移动感觉啊很不错啊，竞技状态很好。我们看宋亚东现在这个整个进攻的报价这个状态啊，不管是追击还是怎么样，非常的紧。对方这个抱腿也不错啊，对，抱腿然后搂膝盖，然后想过腿但是宋亚东还是分开了，对，等到快。两人的局势异常焦灼，宋亚东临危不乱，并未因此陷入危急时刻。对手不断尝试对宋亚东进行压制，看来是不会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了。不过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宋亚东也大致摸清了对手的总体实力，想要挣脱的话，应该并不难。看双方在从上肢到下肢一直在不停的变化啊！宋亚东很快啊，刚刚是你看，灯光刚刚是做了几个位置啊，身体是一个侧移的时候，这时候已经变到正面更化了，对，很快，对，然后还是连续的往上拖，对，两个人这个变化很快啊！哎呦，这是一个主动的，做一个封闭式防守。这个对手想做一个三角脚。这个位置根本绞不死。对对对，这个没有一个手臂一条腿。比赛第一回合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宋亚东也是成功拿回了优势位置，并且同样是不断寻找着压制对手的机会。但我觉得还是要尽快回到站立对决，因为地面毕竟是对手的主场，若是始终处于地面对决，还是容易进入对手的节奏的。对，包括地面的转移的几个小动作，有真有假，非常好。对，包括站立的一些动作。对对对，周老师刚刚提到，其实应该出其不意的出后腿的高扫啊，他立即就来了一个。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做解说啊，确实有的时候感觉跟选手这种聪明选手是心灵相惜的啊。对。因为我们的选手，因为我们在解说的时候，其实无所谓置身事外，观者清。对，是，看得比较清楚。但有时候选手在台上就打大旗了，真是想不了那么多。对。但是聪明的选手，善于发挥自己优势的选手，会及时的变化自己。刚刚这个宋亚东这几个地面的肘击和砸击啊也很好啊，有对身体的打击，还有转向。比赛进入第二回合，经过首回合的对拼，两人对彼此的打法风格也已经是有所了解。说实话，宋亚东若是想要拿下比赛胜利，应该并不难，就怕对手在地面对决中突然发力，那对于宋亚东来说绝对是不妙的。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就是在这个单机性的一个小问题，如果体位足够的话，可以把它其他发挥出来。对，相反呢，可能就会巨大的限制。因为开局呢，他一直是在约着这个笼子，没敢往里走。我觉得担心可能会这是一个小小的隐患。就看第3局的后半段。对，现在整体还没有说特别明显。
看得出来，对手的进攻欲望依旧是十分的强烈。虽说两人的实力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但由于第一回合的对拼，宋亚东也消耗了不小的体能，这回合再想终结对手应该是比较困难了。不过好在目前也是手握大量点数的领先，只要能够将比赛拖入到判定回合，还是有很大希望能拿下比赛胜利的。关键是第二局这个地面消耗太大，对，但是埃德加从移动上来说，似乎体能指挥更好一些。对。其实论年龄啊，两个一个22，一个24，正是这个当年黄金年代，身体状态包括这种竞技状态都是最好的年龄段。感觉第3局上来两个人都更谨慎了一些。是。你看现在谁也不敢抱，哎，转身后踢。对。宋亚东重新拿回主导位置，尝试对对手发起进攻，不过对手的意图十分明显，就是避免在战力中与宋亚东对拼，不断寻找着将比赛拖入到地面对决的机会。宋亚东还是要小心一些，绝不能陷入到对方的节奏当中。看，果然又是一个后手，又来了。宋亚东要小心啊，尤其是在这个出现问题的时候啊，有一切的判断啊都会出现问题。对，确实是现在时间也过半了，宋亚东的变化确实不像前2局那么频繁了。大家现在开始挑逗，哎，玩一些心理战术了，激怒你。埃德加做了一个灵机的整。3局两个人到现在为止，对手的进攻欲望极其强烈。不过宋亚东的处理也同样是十分的出色，即便在体能上出现了问题，但其强大的武术底蕴也为其增添了不小的信心。对手若是无法将其终结的话，那结果将不会再产生悬念了。宋亚东拿下比赛胜利，应该是不会有意外了。还有蓝门奖啊！这个技术确实是比前全面很多，对。但是我觉得在整个的战术打到3回合的时候啊，该怎么打，就稍微有些盲目了。有些就是说活很多，对，但是不是说把它用的特别好。是。越在这种体力下降的时候，越要把每个动作的质量做好。对，珍惜每一次机会，有效。对，其实像刚才那双飞踢意义就不大。对，意义不大。好，漂亮！终于来一次下键抱腿。埃德加反应很快，顶膝。比赛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两人的对局依旧是十分的焦灼，对手不断寻找着进攻的机会，还是想要将宋亚东给终结。不过宋亚东的状态保持得非常不错，若仅仅是抵挡对手的进攻，还是绰绰有余的。时机还是非常好，但是动作本身的准确性往前推送的这个力度就远远不够了。对，尤其是到了他抱腿以后再做2次发力的时候，对方做了一个转身腿啊，哇，漂亮！所以就是所有的这种技术动作和时机都是应该在这种有合适的体能储备的情况下才能支撑做出来。对。肘。今天我们看的这个水选手很有这个下的一组肘击啊。对。好，又拿了一个后背。10秒。这个时间可能不太够了，又到龙边了啊。是。基本上是没时间。对。结束了，最终是并没有出现 KO 的场面，宋亚东理所当然成功拿下比赛胜利，这个表现不得不说实在太精彩了，让我们恭喜宋亚东。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这小子还挺狂，明天我让你在笼子看看你到底有他妈有多狂。 이 새끼 오늘 실개체부터 저를 깔보는 듯한 저 거만한 저 눈이 정말 마음에 안 들었습니다. 제가 내일 저 눈 착하게 만들어서 중국으로 돌려보내겠습니다. 本场比赛是为你带来一场非常精彩的中韩对决。视频中正在出场的选手便是我们的抗日小将冯天浩，只不过这一次他不抗日了，改为抗韩了，因为这个小泡菜实在是太嚣张了。我们的蝰蛇冯天浩此次也是不远万里来到韩国，表示要亲手教训一下这个嚣张泡菜。
对手是来自韩国的本土拳王，消防员出身，实力同样是不容小觑。生涯战绩27战23胜，其中包含15场 KO， 是一名实力与耐力并存的选手。他最善用的招数便是将对手的体能耗尽，随后将其终结，并且他也在赛前表示，这场比赛就是要折磨冯天浩10分钟，让他再也见不到明天的太阳。那么接下来我们也是废话少说，直接进入比赛。身穿绿色短裤便是冯天浩，黑色短裤嚣张泡菜。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윤방관 블랙. 자, 투사 크링입니다. 초반부터 좋습니다. 자, 레그킥으로 데미지를 살짝 넣어봤던 윤방관 윤호영. 자, 조심해야 됩니다. 엄청난 타격을 장착하고 있는 복사 선수거든요. 털을 한번 털어보는 윤방관. 자, 앞단을 걸어주고 있습니다. 윤방관. 경기장에 윤방관의 이름이 울려 퍼지고 있습니다. 신전보호를 좀 물려줬으면 좋겠는데요. 사이드 쪽에 모여있는데요. 세 방으로 일단 거리를 만들어내고 있는 복사입니다. 컴피엔하우. 윤방관 선수의 경기 스타일을 보면 참 부지런하다는 느낌이 좀 많이 들더라고요. 两人的对局依旧焦灼无比，冯天浩始终寻找着破局的机会，奈何对手十分谨慎，完全没给到一丝进攻的机会。看得出来，他就是要将比赛拖入到后面的回合，完全没有 KO 取胜的想法。 네. 빠르게 찔러주는 윤방관. 앞서 윤방관의 앞면을 건드려주는 복사입니다. 자, 몰아갑니다. 원투 찔러주는 복사 펑티엔하우. 앞으로 놓고 있는 복사 윤방관입니다. 자, 아직까지 합니다. 앞으로 빠르게 찔러주는 복사. 약간 열세를 예상했던 모습과는 달리 윤방관 선수가 지금까지 너무 좋은 모습 보여주고 있습니다. 그런데요. 침착하게 후반 경기 흐름을 만들어가기 시작하는 윤방관입니다. 还是想与对手正面对拼，怎料这家伙打得实在太谨慎。冯天浩上前他就后退，冯天浩后退他又上前，摆明了是要打持续战。但尽管如此，冯天浩依旧毫不退缩，只要抓住机会，还是会不留余力的重拳出击。毕竟两人的总体实力还是存在着不小的差距的。 자, 주먹을 꺼내들기 시작하는 윤방관 윤호영입니다. 다시 한번 몰아갑니다. 자, 뒷손 스위트 번어주는 윤방관. 스텝을 계속해서 활용해주고 있습니다. 윤방관. 지금까지 케이크 중앙 잘 잡고 압박 잘해주고 있습니다. 일관된 패턴으로 지금 경기 초반 흐름을 만들어내고 있는 복사 펑티엔하우 선수거든요. 네, 아직까지 크게 재미를 못 보고 있습니다. 저 스타일이 익히고 있어요. 들어오는 타이밍이. 이번에도 살짝 소리가 납니다. 윤방관의 레그킥. 不得不说，对手的打法实在是太谨慎了，哪怕放过进攻的机会，也要避免正面交战。总体来说，冯天浩打的还是非常难受的，毕竟他是一名以进攻而闻名的选手，对手始终避而不战。 对他的节奏还是有着不小的影响。 나는 사이로 흘고 들어가는 윤방관의 앞손입니다. 네, 저렇게 적중할수록 자신감이 올라가고 자신감이 올라가면 적중률도 또 같이 올라가거든요, 선수들이. 블랙컴뱃에서 과연 이 중국 선수들이 분위기에 좀 적응을 할지도 기대가 되는데 이번에도 날카로운 앞손을 보여주는 윤방관입니다. 아우 펀치 회피. 자, 사이드로 사각으로 빠져주는 것도 좋고요, 윤방관. 예. 직선으로만 빠지지 않고 있기 때문에 펑티엔하우 선수가 직선으로 밀고 들어와도 공격이 잘 안 맞습니다. 일관된 패턴을 지금 계속해서 꺼내들고 있는 독사 펑티엔하우 선수입니다. 네, 이때 윤방관 선수가 흔들리지 않고 욕심부리지 않아요. 比赛第一回合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两人的对局依旧处在十分焦灼的位置。然而，这都是因为对手实在太过谨慎，即便冯天浩始终不停地寻找着正面对拼的机会。 奈何对手根本就没有这个想法，想要分出胜负，也只能看后面回合两人的表现了。 앞손 얼굴에 적중시킵니다. 자, 사실 이렇게 1라운드 마무리 지어도 되거든요. 킥 동시에 펀치한다 또 한 번 꺼내들고 있는 독사 펑티엔하우. 야, 지금 앞손 잽으로 재미를 쏠쏠 만들어내고 있는 윤방관이거든요.
이걸 한번 먼저 맞던 윤방관. 자, 독사의 이빨이 들어가지 않고 있어요 지금까지. 네. 앞손으로 독사를 한번 괴롭혀주고 있는 윤방관입니다. 자, 1라운드 이제 남은 시간 10초. 앞손 좋습니다. 윤방관. 방금 위험했어요. 그렇죠. 네네네네. 욕심내면 안 됩니다. 한 방 있습니다. 자, 앞손과 레그.比赛进入第2回合，经过首回合的对拼，两人目前的局势也是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不过冯天浩对于对手的打法风格已是有所了解，这回合我相信他一定能够占据主动，找寻到破局的机会。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이번엔 적중을 시키는데요. 그렇죠. 저기 있습니다. 윤방관 선수는 맞을 때 몸이 들려 있어요. 앞손 교체합니다. 자, 3라운드 때 무조건 승부수를 띄울 수밖에 없는 독사입니다. 분명히 들어올 수밖에 없는 독사거든요. 자, 이번에 독사가 중앙을 먹고 있습니다. 정말 3라운드 와서도 스텝을 안 쉬고 있는 윤방관. 예. 그렇죠. 다리가 살아있기 때문에 맞출 수가 없거든요. 대부분의 선수들이 펀치를 주먹으로 맞춘다고 생각하지만 다리가 훨씬 더 많은 비율을 차지하거든요. 可以看到，冯天浩的进攻欲望依旧是十分的强烈，只要对手露出破绽，必定主动上前。不过对手的目的也不难猜测，就是完全没有 KO 获胜的想法，就是打定主意要与冯天浩打持久战。而这对于冯天浩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네. 1라운드와 2라운드는 완벽하게 독사를 장식시켰던 그렇죠. 윤방관인데요. 저런 거 조심해야 되거든요. 자, 3라운드로 스텝을 활용해주면서 앞손을 섞어주면서 독사를 괴롭혀주고 있는 윤방관입니다. 자, 타이밍 잡아갑니다. 찰싹 소리가 나는데요. 다키키치 바닥으로 빠르게 오뚜기처럼 일어나는 윤방관입니다. 사실 선수들의 이런 카디오를 보면은 얼마나 이번 시합을 열심히 준비했는지 알 수 있습니다. 윤방관 선수 방금 일어나는 동작에서 체력이 하나도 빠져있지 않기 때문에 冯天浩不断寻找着给对手施加压力的机会，对手眼见冯天浩的进攻欲望实在太过强烈，也是不断保持着两人之间的安全距离，完全不给冯天浩一点机会。但总体来说，冯天浩目前还是占据着优势的，想要拿下比赛胜利，应该还是没什么问题的。 이번에도 묵직하고 날카로운 윤방관 선수의 앞손이 3라운드에 또 한 번 빛을 발하기 시작합니다. 자, 오히려 끌어들입니다. 이제는 압박하다가 지금 끌어들여요. 앞다리 공략. 자, 이번에도 앞손 스텝으로 피해주는 윤방관 선수고요. 자, 방금처럼 멈추다면 안 되거든요. 타이밍 잡아가면서 빗손 한번 찍어줍니다. 冯天浩再次主动上前，但对手的意图实在太明显，完全没有正面对拼的打算，就是要将比赛拖入到最后关头。不得不说，这家伙实在太怂了。冯天浩也是被对手的打法给磨得有些不耐烦了，但即便如此，裁判也依旧没有上前提醒两人的打算。 출발 흐름을 만들어내고 있는 윤방관입니다. 자, 끝까지 조심해야 됩니다. 독사 얼굴 많이 망가졌습니다. 앞선 견제 윤방관 강하게 한번 부딪힙니다. 실이 윤방관 선수가 그러니까 본인이 어떻게 하면 이길 수 있는지 영리하게 자신의 경기를 또 완성할 수 있는 선수구나라는 걸 다시 한번 좀 새삼스레 느끼게 됩니다. 네, 독사 선수는 比赛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实际上比赛至此，冯天浩已经能够锁定比赛胜利了。但从本场比赛裁判的表现来看，对手与裁判的关系应该是不难猜测了。所以说，只要没产生 KO， 冯天浩的胜局就不准确，还是要小心为上。 남은 시간은 45초. 스텝이 경기합니다. 아직도 윤방관 선수의 스텝을 보면 1라운드 같습니다. 네, 정말 준비 많이 했네요. 완충되어 있는 그런 느낌인데요. 지금도 움직임이 신중한 게 그 어떤 변수도 허용하지 않겠다는 움직임이 보이거든요. 네.
뛰면서 본인이 할 거 또 하나씩 만들어가는 윤방관입니다. 얼마 남지 않은 두 선수의 3라운드인데요. 10초 안쪽으로 흘러갑니다. 자, 플라이링킥 기습적으로 꺼내 들어봤던 복스아 펑티엔하우. 프로킥 많이 편해졌어요. 아우, 하이킥结束了，最终是并没有出现 KO 的场面，但冯天浩的表现，观众朋友们都看在眼里。虽说最后是遗憾输掉了比赛，不过因为什么输的，我们也是一清二楚。若是对手敢来到中国挑战，我保证冯天浩绝对让其吃不了兜着走。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这是什么情况？视频中的老外竟如此嚣张，不仅在比赛途中公然挑衅中国选手，还大放厥词称只要他想，甚至不需要一个回合便能结束这场战斗。不料中国小伙丝毫不惧，当场霸气还击。但其实，在比赛开始前的媒体发布会上，两人便火药味十足，对手嚣张挑衅，中国小伙自然也是不甘示弱，两个人都立下誓言，称都要在一回合里 KO 掉对方。废话少说，我们看到两人的比赛已经开始了。红方选手便是我们的中国小将冯天浩，蓝方选手则是来自巴西的拳王贝里萨利奥。可以看到，两个人的进攻欲望都是十分强烈。那么这场比赛，我相信也是一定不会令我们所失望的。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那之前的比赛呢，战绩不错，但是最近的这2场比赛其实不是太好啊。对，这也是，所以说看看这场比赛两个人要具体怎么去打了。也看今天这场冯天浩能不能为今年的不顺利扭转一下。对，贝利萨里奥是拿了一个反架，但是。在巴西一直在习练巴西泰拳，对手始终占据主导位置，但却不主动发起进攻。看得出来，即便这家伙赛前是那般嚣张，但是上了擂台后也是依旧不敢轻举妄动。因为冯天浩的实力可不是一般人能比。虽说对手赛前是超重了2公斤，但冯天浩依旧不惧。这场比赛不将对手终结誓不罢休。到韩国那场比赛当中，我个人是觉得那场比赛就他的这场比赛是有争议。有实话实说，对，输给韩国的选手。对，因为那场比赛也是我姐教的嘛，然后所以，我觉得确实有争议啊。开场作战我觉得也很正。冯天浩心里也是憋着一股火啊。今天我在赛前的时候见到他，我说备赛怎么样？轻描淡写的说了一句还不错，放心。这俩字，我们就放心了。对，很掷地有声了。所以看看今天一上来，我觉得还是更多的以试探为主啊。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运动员打比赛老输的情况下，对一定程度上对心理上会有影响。对，可以看到两人第一回合的对局还是十分的焦灼。对手因为超重的原因，所以在赛前便被扣掉了1分。而他的这种打法也是自然不用多说，明明是落后的情况，还打得如此稳妥。那这场比赛也是想要通过 KO 获胜，冯天浩还是要小心一些。然后今天后手打不错，来几个后手的中线。都是击中。对，这场比赛冯天浩一上来打的还是蛮稳的。对，其实对于很多运动员来讲，就是比赛的节奏流派变慢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过程。高手，慢慢去掌控比赛，下压击鼓，继续来绕，那今天找机会，漂亮，是一个前手的直拳挂中线。漂亮，前手的中线点得不错。对手低扫试探，冯天浩霸气回击。不得不说，对手确实是有些太怂了。虽然是占据着体型上的优势，但却在打法上如此谨慎，就连冯天浩的进攻欲望都要压他一头。那么两人的总体实力，我想也是不用多说了。冯天浩不说强势终结对手，也能够通过点数判定拿下胜利。在这个拳法上确实是精进了不少，不管自己出拳的线路和弱点。而且尤其是出拳的逻辑，因为之前的比赛也是从我们YF 武林龙中队慢慢打起来的嘛，就是感觉他的拳出的很乱，没有章法。对，但是现在已经打得很有板力了。对，有点包摔。看看进入到地面，对手拳头，但是带地了，对，拖出来了。在这个位置，我们看看冯天浩要去主动的去压对手。贝利萨里奥也是马上把冯天浩给关进来啊，进入到封闭防守。比赛第一回合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冯天浩稳稳占据着上位优势，不断寻找机会对其施加压力。但是不得不承认，这家伙确实是很稳。即便如此，也依旧没有慌张。
仿佛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冯天浩还是要小心一些，绝不能大意。动作，上位的时候要几个击打。一点一点的往前推，击斧打肋部。这个杠的这个萨利奥也关的比较紧了。对。所以冯天浩也现在不用着急去改变自己的把位了，往前可以推一推，顶一顶对手。还有10秒钟，对，最后这一点时间抢的压制啊，我觉得他做的其实还不错。实际上能够压制对手。对他这个前挂的这个。比赛进入第2回合，经过首回合的对拼，冯天浩理所当然占据了绝对性的优势。这一回合自然也是不用着急，只要小心不被对手终结，那胜利自然而然是会落到他的手里。但是没想到，即便如此，对手依旧不肯主动进攻，要么是憋着大招，要么是实力不足。冯天浩拿下比赛胜利还是十分有希望的。直后直，前板后直，还是给自己带了不少的利好啊！打直线的时候。还是在移动端慢慢的去找机会，依然打得很耐心啊。两个人身高上是差了8公分，臂展上是差了5公分。高扫，前线的移动，再去逮机会。但他其实还是有能够去压一压对手能力在的。冯天浩再次主动出击，抓机会能力非常强。只要对手给到机会，冯天浩是绝对不会放过的。不得不说，我们也确实是猜不透对手的想法。若是继续如此的话，那他可能真就要失去比赛胜利了。不过我猜测，他可能从最开始就没想过能赢，如此打法也是不想让自己挨那么多的揍罢了。我觉得这会儿也是在尝试更多的打法。是。好，反下换回来，很漂亮。是。后手打突击的能力也不错，这也是他一贯的习惯性打法啊。前换腿的过程被对手起腿的时候踢到了裆部，这一下已经上去了，不轻了。感觉应该问题不大，那缓一缓。根据我们的比赛规则呢，最多有5分钟的时间可以去休息调整。去到比赛当中。比赛重新开始，对手不讲武德，那冯天浩自然也是不能惯着他的。看得出来，不管是气势上还是节奏打法上，冯天浩都产生了明显的变化，摆明了是要开始发力了。不说将对手彻底终结，那也绝对给对手累一身汗。封闭防守里，还有3分钟的时间，马上从这个盖的里面出来，洗澡。再给一个。萨里奥并没有想要站起来的意思啊。还是要小心。对。贝里萨里奥的这个蹬腿啊。刚一顿乱蹬。毕竟我们见过很多次啊，就这种上蹬的过程当中，只要吃正部位，比如说蹬到下巴了，人就晕了。冯天浩这个位置。我记得他以往的比赛遇到这种情况都是一后退就把对手给让起来，或者让裁判去把对手叫起来。现在并没有啊，放对手起来。两人重新回到战力对决，冯天浩的进攻欲望依旧强烈无比，但比赛进行到这个阶段，对手的打法依旧没有什么变化。若是继续如此，那他就只能通过终结的方式拿下胜利了，因为两人目前在点数上已经产生了巨大差距。只要冯天浩不想，那对手就断然拿不到比赛胜利。这下点抱摔略慢，对手的下点抱摔应对的过程当中也是很快。冯天浩还是要冷静啊，对，被对手激怒。对，自己别上头啊。对，让人压后手就开始用抱摔，对，把对手拧转过来之后，让对手进入到封闭防守。对，我觉得今天其实冯天浩在致命压制上做的还算不错，是，就是思路比较清晰，这是我觉得他可能跟以往不大一样的地方。特别是比如说拿到其中位之后啊，就是没有那么着急的去把比赛给结束掉，而是去尝试更多种的可能。
在这个位置可以看到，两人的对局依旧焦灼无比，比赛时间也仅剩下最后的1分钟。但尽管如此，冯天浩依旧占据着优势位置。那这样的话，我想比赛结果应该是能够确定了。对手此时再想扭转局势，那是断然没可能了。打头，打肋部，连续的拿自己的小幅度进攻了。他现在其实想把头，对，他把头抽出来也不太容易啊。这对萨里奥的控制能力还是不错，但是是在下位啊。这样，也对冯天浩来说，拿头顶住对手的头，然后一点一点的去激活，打头，找这个位置，这是激活，最后的15秒钟。估计两个人应该可以这个把位来度过。是的，对，连续的打肋部，所以这个把位谁的比赛。结束了，最终虽然是并没有出现 KO 的场面，但冯天浩的表现大家都看在眼里，最终也是理所当然拿下比赛胜利，让我们恭喜冯天浩。那么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16岁中国男高中生勇闯职业拳坛，接连神龙摆尾，将日本选手踢到找不到北，彻底惊呆现场观众裁判。我们注意看视频中正在出场的这名选手，便是本场比赛我们的中方选手。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他就叫郝帅，年仅16岁便已经步入职业拳坛，生涯战绩7战全胜7场 KO， 也被称之为邱建良的接班人。不过他本场比赛的对手来头同样不小。他便是日本拳坛老将鹤池江大，实力同样十分的强悍，生涯战绩也达到了惊人的37战35胜，其中包含21场终结。同样是一名十分擅长 KO 的选手，赛前更是大放狂言称说我们中国选手的实力太弱小，还表示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根本不配与他一起参加比赛。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直接进入比赛，看一下郝帅这场比赛是如何用自己的拳头教训这名嚣张的小日本子。废话少说，红方选手郝帅，蓝方选手鹤池江大，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Right off the bat, neither of these guys are waiting to pull the trigger. Masahiro landed a good counter left body kick during those exchanges, but now he's coming in heavy with the hooks. And then they are trading the punches again. Big shots. Forcing that clinch to the backstop. Or as these two scrap towards their roots. Being in the clinch here is a good position for Masahiro. He's got those knees. He's controlling the neck well. If he creates a little space, he can elbow and punch. 可以看到，两人的对拼依旧是十分的激烈。郝帅稳稳将对手压制，完全没打算给其一丝喘息的机会。但对手的反抗同样激烈，没想到两人第一回合的对拼就已经充满了火药味，不敢想象这两人打到最后将会是什么场面。比赛第一回合还剩下1分钟的时间，可以看到两人的对局可以说是异常的焦灼，不断的角色互换。但总体来说，郝帅还是占据着优势的，毕竟初生牛犊不怕虎。就算对手是一名拳坛老将，但郝帅却是没有丝毫手软。Masahiro now to close in for the clinch. He goes back to work with the body of Shui.
piercing and very effective. How here showing some toughness by taking those. 比赛进入第2回合，经过首回合的交手，郝帅目前也是暂时处于领先位置，但对手的实力与韧性同样很强，想要拿下比赛胜利，还是要再加把劲，最好是打出碾压性的优势，不然很有可能就会被对手追上来。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Pushing just as hard at the beginning of this second round. His uppercuts and his hooks are very effective. Masahiro knows that he can control in this clinching position here, but he needs to hold on to it tight because as soon as they separate, Hao is just a tornado with his fists. Fighters have overcome adversity so far in this matchup. Masahiro used everything in the earthquake. 一招神龙摆尾精准命中，但对手的抗击打能力实在太强了。郝帅虽说占据优势位置没有问题，但想要终结对手还是比较困难。不过对手若是同样想要打出终结也并不容易，因为郝帅的实力同样不弱，包括其身体素质同样是与对手不相上下。 不得不说，郝帅的打法实在是太灵动了。不仅是邱建良的成名绝技，就连卡利米安的转身边拳，他都能够灵活运用，并且两人的对拼也始终是十分的激烈。看得出来，不管是郝帅还是对手，都压根没有依靠点数取胜的想法。 This is absolute madness for a first fight. He's too hard again with the spinning ranking from Hao Shui. No, Masahiro's got to be feeling down the body right. Masahiro is in this clinching position partially because he wants to, but partially because he has to be. Hao is so effective at the middle range. The kick landing again. Great with those spinning techniques, then back to the uppercut. 比赛进入到第3回合，郝帅依旧占据上风，而两人的对局也依旧焦灼，完全没有任何废话，只要见面就是开打，并且两人是都没有出现体能不足的情况，不愧是初生牛犊不怕虎，这个表现实在太精彩了。废话少说，看一下双方选手的精彩表现。 Use the lead leg mid kick, control that range better, but it's so hard. Hao is very explosive. His timing is really good. But immediately Masahiro returns fire. Every time that Hao 还是神龙摆尾，不过对手的反应非常快，这一下若是能够命中，那基本就能够锁定胜局了。但尽管如此，郝帅也依旧占据着主导位置，不断尝试进入对手内围，给其施加进攻压力。看得出来，对手此时也是十分的着急。若是他再想不出破局的办法，那结果就不会再发生改变了。 Effective with that corkscrew right hand, just getting over the guard. He follows with the left. They're back here in the clinch, but Masahiro has taken a lot of damage in that middle range and that punching range to the body and the head. It gets exhausting. You start to make mistakes. Look at her leaping inside
比赛还剩下最后1分钟的时间，两人的对局依旧焦灼，郝帅依旧处于领先。接下来只要稳住心态，保证体能，就绝对能够拿下比赛胜利了。一定要格外谨慎，因为处于落后位置的对手一定会想尽办法打出 KO。郝帅只要能撑过去，就必然会拿下比赛胜利。结束了，最终是并没有出现 KO 的场面，郝帅理所当然成功拿下比赛胜利。这个表现不得不说实在是太精彩了，让我们恭喜郝帅。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我们下期再见。